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又做统帅排行榜了，不是才刚做不久吗？为什么又做了呢？因为在试完了这一次新版的水晶科技之后，确实改动很大，就是可能我在上一个影片说这些很强的统帅现在都已经变得不强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秦始皇跟沙普尔一世已经出现了，所以也是稍微讲一下。那沙普尔一世他是用于集结的统帅，所以今天就不讲沙普尔一世，今天讲秦始皇。那秦始皇是无需要质疑的，他是目前最强。我们把它放在 S 等级吧，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断层了，它应该是 S 加加，已经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今天排在 A 等级的统帅应该还蛮多的，因为秦始皇他这个报告真的是太离谱了，离谱到一个境界，就是他比起我普通的统帅还要多出3倍、2倍，哇，很夸张。所以秦始皇排在 S 等级，剩下的就要往下了。可能原本我的排名在 S 等级都要慢慢往下面去移动了。所以秦始皇 S 等级只有一位，就是秦始皇，没有别的了。OK，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白起。那其实白起表现还算不错诶，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好，所以白起可以放在 A 等级。速不台是集结的，然后亚瑟呢，其实亚瑟有个问题因为他是骑兵现在骑兵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太快了，很容易冲进人群里面死掉。那假设说亚瑟没有被打死的话，其实他可以排在 A 等级的。那考虑到他是因为冲入人群死掉的关系所以我暂时还保留他在 A 等级。如果之后表现真的太糟糕的话，我就要跟他拉下去了，可能变成 B 等级了。接下来轮到珍珠，珍珠这个不要用，没有用，珍珠是废物，孩子们，它是个废物，所以 C 等级。上一次是排在哪一个等级啊？上次我把珍珠排在 A 等级。我错了，各位，他是连 B 都不如的，把他直接排在 C 等级。因为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根本不需要他的回血，因为已经有很多的防御力、生命值还有伤害减免了，不需要他回血了。OK， 那小西皮也只是集结就不排在里面了。华莱士是野战统帅，当然华莱士呢比较难评嘛，我觉得排在 B 等级，因为华莱士其实主要还是靠白起的能力把它撑起来了，所以我不觉得华莱士有多强纯属是白起很强而已。那艾莉诺是驻防统帅，不考虑。贝利的话，我觉得他的等级也是在 B 等级而已，他真的没有说很强对于野战来说。但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尤其是围殴旗帜，其实蛮需要用到贝利的，所以你们有拿骑兵去围殴旗帜的话，不妨考虑用贝利，还有用司机。其实司机现在也是专属用来围旗帜而已，你说野战表现怎么样？其实很糟糕了。接下来轮到腓力二世，那这一次新版的水晶科技用下来之后，其实腓力二世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好的。在之前旧版的水晶科技中，其实腓力二世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新版的感觉好像没有发挥到多大实力这样子，感觉暂时跟他排在 B 等级吧。哇，他这个段位也掉得太夸张了，从原本 S 等级变成 B 等级，这个是我实际感受下来，我不是故意要去刁难腓力说腓力为什么你的能力变成这样子，并不是，腓力的能力真的是在新版的水晶科技之中下降了。至于海尔曼，其实我真的很想把它排在 C 等级，海尔曼其实很烂，但是你的工兵组合目前的组合其实还是需要用到海尔曼，所以排在 B 等级吧。我很想把它排在 C 等级，但是没有办法，暂时把它放在B 等级吧。然后个是驻防刘彻这个不需要质疑了。刘彻虽然他是第8代统帅，但是还是可以排在 A 等级因为大多数第10代统帅都是排在 A 等级就只有刘彻第8代还排在 A 等级。那之后会不会改变刘彻的地位呢？暂时还不知道这个还需要看。查士丁尼的话没有用，查士丁尼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废物啦，比珍珠还要废物。珍珠有时候还可以用一下，但是查士丁尼是真的不能用。霍去病这个情况也是有点变化。在上一个影片我跟大家讲过，霍去病因为他是单体统帅，新版的水晶科技其实不利于单体统帅，所以霍去病的地位其实已经往下掉了，他现在已经变成 B 等级了。没错，现在霍去病连 A 等级都不如了，我在上一个影片中有解释到，因为现在统帅活的时间更久了，你的
霍去病你一直打到一个目标其实是没有用的，你拿到的战损没有这么多。虽然霍去病的爆发很高，但是终究他只是打一个目标而已，除非你用霍去病搭配一些有 AOE 的统帅，就比方说你搭配亚瑟王，但是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让亚瑟王搭配霍去病的时候速度就会很快，然后变成你的骑兵也是一样会冲进人群里面死掉，所以骑兵现在很尴尬，我不懂官方要之后怎么改啊，又或者是你们不要把那个速度提升，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提升你又没有办法解锁后面的科技啊，所以这个真的很头痛啊。接下来拉普这个驻防统帅攻沙洛，这个也是无需质疑的，我觉得直接跟他放一个断层吧，因为攻沙洛现在远程 AOE 多个目标，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超越的，除非下一个新的统帅，因为刚好就是领袖跟远程啊，官方又出现一个 AOE 统帅，然后又可以全部统帅都可以搭配一起使用的，那攻沙洛的地位有可能会拉下来，暂时还是可以放在这边的。至于诸葛亮有点不太稳定诶，不过暂时还是可以把它放在 A， 因为诸葛亮他有时候报告很好，有时候报告很糟糕，还有诸葛亮最大的问题真的很慢我的队伍全部跑回家去，甚至是打到死回家去的时候，诸葛亮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回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不要拿来搭配海尔曼吧，你们直接拿来搭配斐利会好一点，速度快一点点。虽然斐利现在好像不是这么好用了，但是至少你可以提升一下速度，你的手感会比较好一点。至于塔里克也是集结，萨尔贡不在考虑范围内，没有人用萨尔贡了。杰斯卡驻防，真的还是可以排在 A 等级的。没错，他的地位是比起霍去病还要更高，你们没有看错，主要是因为他还有 AOE， 他没有 AOE 的话可能位置就要拉下去了而且他又有爆发，有 AOE 又有爆发，多次释放主动技能。巴布尔的话虽然现在搭配还有用到了，但是巴布尔我觉得放在 B 等级会比较合适一点，还不至于到 A 等级啊，他的能力有稍微往下一点点了，因为他是单体嘛。亨利不考虑，布迪卡没有用了。CP OK， 这个可以稍微说一下。CP 我在之前的排行榜里面就有说过 CP 感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那这个赛季测试下来，还有包括我去征收大家的反馈，确实很多玩家都说 CP 的报告很糟糕很难看，所以其实 CP 的地位有一点像跌去 C 等级或者是 B 等级了。但是如果是说你要选多个组合搭配，比方说3个步兵的话，其实大 CP 还在考虑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把 CP 放在 B 等级，因为它比较起其他骑兵跟工兵的3个队伍来说的话，其实大 CP 第3个队伍会比较强一点，比起工兵跟步兵的第3队，所以暂时还是可以保留。司机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放在 C 等级，司机其实还是能用，但是也是一样的问题，它单体，然后它的输出已经没有像现在的统帅这么高了。以现在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来说，我们更加需要的是更高的输出统帅，司机没有这么高的输出，所以它还是稍微输给霍去病一点点的。但是司机有一个优点，就是司机搭配贝利的情况下去打旗帜，其实战报是好看的。然而你如果用霍去病去打旗帜的话，战报是不好看的，千万不要用霍去病，不然你的报告会看到跟其他统帅比较起来是比较差的。这一驼军警的话其实有复活了耶，现在比较多玩家有用驼军警拿去搭配白起。驼军警现在的情况比较像 B 等级，但是我暂时把它放在 C 等级，因为不是说驼军警多厉害，而是因为白起厉害，所以带动了驼军警。驼军警本身还是属于 K2 的统帅。至于项羽的话，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变成这么好了，所以项羽他只能排在查士丁尼这个位置，因为他的输出真的太低了。我原本想着说用项羽带动一些辅助统帅更快的释放技能，但是这个计划不可行用不成功。图拉真这个也是用不了，图拉真我打算直接把它放在1吧，现在暂时用不了，就算是新版的水晶科技也一样，因为图拉真也是一样的情况，没有输出，虽然图拉真很硬，但是没有用。然后其他的统帅的话，还有威廉，我们正在使用的统帅啊，因为这些统帅基本上都没有在用了。威廉的话比较尴尬，威廉暂时是可以排在 C 等级吧，因为威廉感觉强不是强在他的身上，而是强在亚瑟王的身上是亚瑟王带动威廉，而且亚瑟王不一定要搭配威廉，他可以搭配其他的统帅，所以他的需求不是这么必要。
至于关羽的话，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还是有用到的，所以暂时放在低等级还是有用，还是会出现这个统帅，但是野仗已经是没用了，在 KVK 里面是没有看见他了。至于其他统帅还有包括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比较像是刘彻的他的一个配件吧，但是又不一定要用到亚历山大。还有其他的统帅就包括李成桂，那李成桂原本是已经死掉了，但是被秦始皇带起来了，所以李成桂他现在的情况比较像是配件，但是他是在众多的配件里面是比较上等的，所以我把李成桂放在 B 等级。那么目前玩家还有正在使用的统帅就只有这么多而已，那些没有用到比较少用的统帅我就不放在排行榜里面了。那你们可以看到段成就只有秦始皇跟贡萨洛，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两个统帅的战报呢都是很夸张的。秦始皇我最近才分享报告，所以这边不多说。那贡萨洛有用过的玩家应该都知道他的战损比都是500%以上的，所以这个也不需要质疑，除非有其他的敌人去攻击你的远程统帅，你的报告才会比较糟糕。但是最糟糕的情况下至少都会有1:1的情况。那我们撇除掉原本 S 等级变成 A 等级的这个变动之外呢，因为已经有断层了，这个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把它给拉下来。那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斐利2是变成 B 等级了，然后霍去病也是变成 B 等级了。至于 A 等级方面呢，你们可以看到原本我把珍珠的位置排的还蛮高，在 A 等级，但是它现在变成 C 等级，华莱士也是 A 等级，但是现在变成 B 等级，因为这个也是跟着上面一起变动的关系啊，慢慢往下降了。至于海尔曼也是往下拉，但是我很想把海尔曼放在 C 等级，只是没有办法放在 C 等级。斯特凡的话，其实它位置也是保留了，但是有用的玩家很少，所以暂时不变动。那诸葛亮的位置有稍微提升上去了，就你们要理解为全部原本 S 等级已经往下拉了嘛。也就是说，如果是根据现在新版的排行榜来讲的话，原本上一个版本的诸葛亮应该是在 B 等级，但是现在变成 A 等级了。因为在之前的影片就有讲过，现在AOE 的需求很大，那诸葛亮他又原型范围5个目标 AOE， 而且还有再次触发 AOE 伤害，所以现在诸葛亮的位置慢慢提升回去上去了。那真德皮的位置也算是提升了一点点啦。那巴布尔就往下掉了， CP 也是往下掉了。那朗纳尔对，我差点忘记朗纳尔了，朗纳尔跟 CP 差不多吧，也是放在 B 等级，但是我想把贝利拉下来，贝利比较适合 C 等级，贝利没有什么用到，比较少用到吧。那朗纳尔还可以保留在 B， 跟 CP 是差不多位置的。至于其他的统帅呢，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时常用到啦，所以这个就不参考了。主要大家比较重视的还是 S 等级跟 A 等级，就 S 等级是必须要去练的统帅，A 等级就是可以去练，他们的强度还是可以的。那 B 等级就是选择题了，你们不一定要去培养，又或者是你们看有没有需要去培养。那李成桂这个是例外啦，因为李成桂你们在早期就已经觉醒了，所以不需要去考虑要不要去培养的问题，只是现在李成桂复活了，可以拿出来再继续使用。C 等级以下就是不推荐你们去培养，浪费你们的金头 OK。 那今天的排行榜大致上是这么多，那再次声明啊，这个排行榜是我个人在试用了之后的想法，因为不是说统帅迭代的问题很严重，而是因为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而改变了现在统帅在野战生存的能力，他们的表现有变动了，所以这个也算是跟策划有关系啦，因为他们改了那个水晶科技啊，那个没有办法。所以今天特意专门做这个影片呢，也是分享给大家知道啦，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当然我的列表不一定是准确的，你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想要培养哪一个统帅。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